大家好，我是老姜，今天我们来讲历史上大名鼎鼎的DB Cooper劫机事件。我们平时呀，有好多人都不太喜欢坐飞机，你像我就是一个呢，我是胆小又怕死另一方面呢，就是因为它比较麻烦，坐飞机啊，每次都必须经过这种复杂严格的安检制度。可这种安检制度呢，其实呢是在1972年以后才有的，以前没有。以前不安检对，以前没有。那后来为什么才有呢？就是因为当时呀发生了美国航空史上最著名的劫机悬案，时间呢是发生在1971年的11月24日，正好是感恩节的前夕。地点呢是在美国的波特兰市的西北航空公司的售票厅里。在这个里面呢，人群中呢有一个中年男士，这个人呀身高大概1.8米左右，40岁上下，戴着黑墨镜，穿的黑外套、黑领带、白衬衫，提一个黑皮箱一个人。售票厅里有很多人，他是当中的一个嘛。那这人长什么样呢？宽额头，嘴唇比较薄，偏瘦。你知道像谁吗？有点像那个复联里的洛基，就是雷神的弟弟我知道，就那大反派对对对，有点像那洛基，你知道吗？你就想他这种形象。然后呢，他呢用现金买了一张波特兰到西雅图的单程的机票。那飞机的型号呢是波音727，航班呢是 NW305。那他出示的证件上的名字呢就叫丹·库珀，这个名字之后我们会解释那他呢就是我们今天的故事男主。因为呢那会儿没有安检，所以呢他直接就拎着包就上飞机了。登机之后呢，他专门坐在了飞机尾部18C 的这个座位。那这个位置呢非常特别，视野呢非常宽阔，可以纵览飞机上的所有人。他选的这个位置对，他专门选的。那会儿飞机没有号码，他随便坐嘛。然后呢他就要了一杯苏打水和一杯波本威士忌酒。在下午的2点50呢，飞机就正常起飞了。这个时候飞机上一共有6名机组人员和36名乘客。在70年代的时候呢，飞机不像现在这么普及，空姐呢都是严格选拔的大美女，所以很多的航空公司呀广告呢都是以这种空姐搔首弄姿为卖点的。所以呢当时呢能够坐飞机的人啊基本上都有钱人，而且飞机上那会儿可以抽烟的。那这个时候呢，男主呢就点了一根香烟，同时递给了旁边一个空姐一张纸条。这个空姐呢叫佛罗伦斯·沙夫纳，是一个23岁的大美女高挑的空姐嘛。但是空姐呢看都没看就把这纸条塞兜里了，因为呢经常有男乘客呢搭讪递纸条留个电话都很常见的，所以呢他也没有在意。但是男主呢就主动的跟空姐小声的说美女，我给你的纸条你最好马上看一下，因为我这儿有炸弹。空姐马上打开一看，纸上用大写字母打印的一句话，写的是我手上有炸弹，这架飞机已经被我劫持，现在立刻坐到我旁边，否则我就会引爆它。字呢是打印的，很明显就有备而来了。然后呢空姐呢马上就通知了空乘的领班和机长。那他们经商量之后呢，觉得应该在最终的确认一下，所以呢空姐呢就跟男主说，我想亲自看一下炸弹，你不是有炸弹吗？男主呢就打开皮箱，皮箱里呢就码着6根红色的筒状物，就类似于咱们那种爆竹，每个呢都连着导线，旁边呢还连着一个电池还有一个秒表，咔咔咔咔咔走。太恐怖了。秒表这个是我自己艺术加工其实没有的。那空姐呢直接倒吸一口凉气，你知道吗？谁见过这种阵势那这要已经起飞了是吧？已经起飞了，刚起飞。因为这架飞机本来就短程的，它大概总共的航程时间就半个小时。空姐看到这种情况，基本上确定这就是炸弹了。那这要是爆炸的话，整个全飞机就都得玩完。那男主呢就说，你呀别紧张，你只要帮我来传达我的条件，只要满足了我这几个条件，飞机就没事儿。哪几个条件？第一，给我准备20万美金的现金还是要钱对啊，劫机嘛肯定要钱嘛。那20万呢我查了一下包括通货膨胀换算到现在大概的150到200万美金也不太多其实第二呢，这些钱不能连号，不能有任何标记，他查到对。第三呢，还要4个降落伞，说明呢为什么要4个？对啊，他自己飞了不就对啊，这个之后这个之后我再给你讲，这个4个呢很有说法的。第4呢就是要准备一辆加油车，降落以后呢给飞机加油，说明那个飞机它还要走。所有的这些必须在下午5点前准备好，否则呢飞机不能降落。那也就是说给他准备这些都是在飞机飞的当中给他准备对，迅速马上。那空姐呢马上就把情况报告给了机长，那机长呢就立即联系了地面的机场，报告了飞机被劫持的情况。西雅图机场呢马上报警，警方 FBI 联邦调查局马上都到了，因为这劫机是大案子，
那经过了西北航空公司、警方、FBI 紧急商量后决定呢，答应劫匪所有的条件，为了保障飞机上所有人的生命安全，先支付20万的赎金。那本来呢半个小时就到达的飞机，现在已经在西雅图的空中盘旋2个小时了。他很危险啊，地面上给他准备这个。他为什么危险呢？因为地面上准备以后，他需要拿嘛，他拿这过程当中就有可能把他给逮着了。所以说惊险嘛，历史上最著名的嘛。那在空中盘旋2个小时之后，这个时候所有的乘客是不知道劫机的，因为机组人员呢只说了因为机械故障的原因，所以延迟降落。那这个时候呢，男主呢言谈举止还非常的绅士，也不紧张。机组人员呢通过跟他闲聊呀，就发现他对西雅图一带的地形非常熟悉，甚至还知道西雅图附近的一个空军基地的具体位置，这就让人很惊讶了，因为一般人是不知道这些地形啊，包括空军基地的，这都是军事机密。那在地面这边呢 ，FBI 呢就猜到他要跳伞了，因为他要准备降落伞嘛，就为了增加他跳伞的难度啊，比较坏啊，紧急联系了一家叫 Safepost 的银行，专门准备好了1万张20元美金小面值的纸币。为啥呀？因为多嘛，故意增加它携带重量嘛。100美元的话，不就是还有一个就是20美元的面值呢，在当时流通是比较广泛的，而且呢，联邦调查局呢还对钱专门做了手脚，动员了大量的警员，在极短的时间内记录了这1万张现金所有的编号。所以呢，这些钱呢，你就算拿到，只要敢花，警方就能直接发现锁定。同时呢，还联系了一个跳伞俱乐部，送来了4个降落伞。这4个降落伞很有故事的，之后我们会给你讲啊。那当劫匪真是太难了啊！对啊，你像咱们就当不了这个，你知道吧？咱没那么专业。所有东西都准备好之后呢，5点24分，地面呢就通知飞机可以降落了。那5点39分，飞机平安的降落到西雅图的机场，并按男主要求，飞机停在了空旷的区域。由一位地面的空姐将20万元的现金和4个降落伞带上了飞机。那男主呢，拿到钱和降落伞之后，就释放了36名乘客和最开始一直跟他沟通的美女空姐和领班，还都放了啊，都放了，还不错啊。那他留了4个人质，对吧？哎呦，我太聪明了，还给呢机组人员要了晚餐。那这时候呢，乘客们才知道飞机被劫持了。但是其实呢，这个过程是很惊险的，一共耗时2个多小时。当天呢还下着暴雨，机舱外呢已经安排了很多狙击手了。FBI 呢曾要求登机谈判，但是呢男主警觉性非常高，他拒绝谈判，并要求关掉所有飞机的遮阳板，以防止有狙击手。他是猜到的。那这个时候呢，就像你说的，飞机上还剩下4名机组人员被劫持，这里面呢有正机长、副机长、机师和新上来的空姐，就后来上来拿钱的那个空姐。然后呢，男主呢让空姐教他说：“你告诉我啊，这个机尾的楼梯舱门怎么打开？”其实呢，一般飞机是没有机尾部的楼梯舱门的，因为一般飞机啊都在侧面，咱们上飞机的。对，但是这个飞机有。那空姐说呢，这个舱门啊，飞行的时候是打不开的。但是男主呢说你错了啊，你告诉我怎么打开就行。那空姐呢就照办。其实有没有发现，男主是故意选择这架飞机，就是因为他需要尾部有舱门，他要跳伞的。他如果从侧面跳伞的话，因为飞机有机翼嘛，有那个螺旋桨，他可能会被打到，很危险的。他从尾部跳伞的话就比较安全。那这个飞机应该是不是专门供跳伞的啊？不是，它就是民用客机，普通的客机啊。但是恰恰这款飞机是有的啊。至于为什么呢？之后我会告诉大家。那之后呢，男主呢就给出新的指令了。他呢需要飞机加满油以后，飞机起飞飞往墨西哥城，而且呢飞行高度呢必须低于3048米。就是1万英尺，速度呢不能超过150节，方便他跳。哦，我这个你都知道啊，我150节呢代表的就是每小时278公里，并且呢飞机机翼呢要展开15度。这是什么意思？你就不太懂了吧？不太懂啊。那机组人员呢说，喷气式的客机呢无法保持这种低空低速的飞行，而且呢到墨西哥城呢得2000多英里，油根本不够。但是他说7型波音的727客机啊是可以这个标准飞行的，油不够也没关系，中间呢可以飞到里诺这个地方加次油就行了啊。他非常了解。正常的飞机呢，根据飞行的长短啊，它的高度是不一样的，基本上保持在6000到12000米之间。他要求是3000多嘛，标准的速度呢在500公里每小时。那男主呢要求飞机的高度和这个速度，其实呢就像你说的，是最安全的低空跳伞的高度。那机翼保持15度呢，是为了低空飞行时呀，给飞机一定的升力，让它保持平稳。所以你有没有发现，男主啊这次计划非常的周密，他对飞行路线，包括对飞机的构造，包括对飞行知识都很专业的。
这是一起有预谋的结局啊！对对对，而且呢智商很高，他要4个降落伞就是为了迷惑警方。这个怎么会迷惑呢？因为就他一人知道啊因为他如果要1个降落伞的话，警方在降落伞上做手脚，他不就完了吗？如果他要4个的话，警方会以为他让其他的被劫持的那4人也一起跳伞，所以警方就不敢做手脚。那飞机呢？这个人智商很高啊，对呀，对呀，不是一般人结局啊，对呀，飞机呢在7点45分重新起飞，并保持它要求的高度和速度飞行。那外面呢还继续下着暴雨。那这时候呢，4个机组人员啊都被关在了驾驶舱里面，客舱里面呢只有男主1个人，他在那儿开始准备装现金，而且准备跳伞。那这个时候呢，地面也没闲着 ，FBI 呢就联系了军方啊，派了2架 F106战机直接跟随在后面，一个在上，一个在下啊，就为了避开这个视线嘛。还有1架呢 T-33教练机也临时收到命令调度过来进行一起跟随，但是呢，这架飞机后来油不够就返回了啊。其实是一直有2架战机在跟随的，目的呢就是等你只要一跳伞，就直接锁定位置抓人。那到晚上8点整的时候，驾驶舱内的仪表盘就显示机尾的登机门已经被打开了，因为这些人4个人都在驾驶舱内，他看不到机舱里面的情况嘛。那之后呢，就传来了震耳的发动机声和暴风雨声，因为在空中嘛，你想一打开，呼呼的风全进来了。那机长呢，马上就通过设备呢来去问客舱的男主说：“请问您还有什么要帮忙的吗？”而男主呢，只回答了一个词，就是 no。这个呢，也是他留下的最后一句话。说完 no 就跳下去了。啊，对对对，实际是又过了半个小时左右，飞机呢就忽然颤了一下，机长呢就猜测他应该是这会儿跳伞了，于是呢就马上标记了时间跟坐标，在晚上10点15分的时候，飞机呢就安全的降落到了里诺的机场，相当于油都没加，就直接在第一个地方加油的地方就停了。这个时候呢，警察、FBI 记者就都已经到了，早都准备好了，你知道吗？包围了，来了一看，客舱已经没人了，才确定男主呢在中途的时候已经是跳伞逃走了，而且呢他还带走了所有的钱。4个降落伞当中呢带走了2个降落伞，剩下的2个降落伞中呢有一个被打开了，绑降落伞的那个绳子没了，他们认为估计是用它滚钱了。同时呢还留下了1根领带和抽完的8根烟头。领带呢可能是因为他觉得不太方便，就把领带摘了。但呢问题呢是全程跟踪的飞机啊却没有发现他跳伞，跟丢了啊，也可能是因为当天天气的原因不好嘛，又刮风又下雨，可能没看清。那警方呢就根据机长记录跳伞的时间跟坐标呀，计算了跳伞可能的位置。那这个位置呢，大概啊就在波特兰以西的路易斯河流域。这个位置呢都是大峡谷跟各种树木，而且呢经常有美洲豹和熊出没。所以呢 FBI 呢和警方就立即对这些区域进行了大规模的地毯式的搜索，连湖底都找了，派了这潜水艇，但是结果什么线索都没有，任何的东西的碎片、脚印什么都没有，人间蒸发了。啊，对，而且呢，这一找就是9年，9年之后找着了。哎，你听呀，在9年之后的1980年的2月，有一个叫布莱恩的8岁小男孩在华盛顿南部的海滩挖沙子玩，他就无意的挖到了3袋钞票，一共呢是249张20美元面值的现金。虽然呢腐蚀非常严重，但经鉴定呢还是确认了这些钱正是当年赎金的一部分，一共呢是5880美元。但是呢，经专家通过跳伞位置的分析，都认为这些钱不应该出现在这个地方，是怎么想也到不到那儿，对不上号。而且呢，通过腐蚀的程度计算呀，小男孩不可能挖沙就能挖出来，钱呢应该在更深的土层里面。你理解我的意思吗？理解。而且呢，绑钱的橡皮筋啊也很新，跟钱的腐蚀程度呀不符。更郁闷的是呢，1980年的3月份，圣海伦斯火山就爆发了，进而呢引起了雪崩。那岩浆呢将整个搜索范围的地貌全部翻新了，所以呢这个区域最后的线索也没法查。警方呢就只能把方向放在了赎金上，他们呢公布了剩下9706张的钞票的号码，并且呢悬赏25000美元啊来奖励民众，只要找到有线索就奖励25000美金。那这件事呢就再一次成为了媒体和民众口中的热点的话题，甚至呢还有人直接开设了网站，专门提供民众啊去核对手中的20美元的号码。但是呢距今到现在啊已经50多年过去了，再也没有新的钞票呢在市面出现了。结完了之后他不花呀？对啊，没有出现过嘛。我跟你讲啊，他没有在市面出现呢，是说明他这个钱没有流通过啊，所以嘛，有可能说很多人说他死了呢，但是也没有找到碎片，什么都没找到。那经过呢调查当时登机的名字Dan Cooper， 这个肯定是个假名字。那警方呢就根据当事人描述啊，制作了男主的画像，包括当时留下的烟头啊、杯子、领带也没有获得完整的指纹。
那随着科学技术的提升呢，后来就有了 DNA 技术。但是呢，等这个技术有了之后，那个烟头就被警察弄丢了，你知道吗？所以呢，也就没有最新的进展。在跳伞的附近的小镇啊，有一个人叫 DB Cooper， 就因为呢名字呢跟丹 Cooper 很像，就被定为嫌疑人了。但是很快就排除了，一查他有不在场证据嘛。但是呢，当时呢记者呢就着急发稿，就用了 DB Cooper 来见报了。虽然呢他把名字搞错了，但是已经不重要了。人们呢觉得这个名字非常顺耳，而且充满了神秘的色彩，所以呢人们就一直用这个名字来称呼他，而且还给他专门编了儿歌。什么儿歌？大概那意思就一天的傍晚，他劫了钱，通过钱晚上跳伞，跳完伞以后不知所踪。他在哪儿呢？他有可能在大沙漠，有可能在美丽的岛上，就大概这么一个这种儿歌。对对对，因为呢劫机过程呢非常精彩，也没要多少钱，最后呢就神秘的消失了，钱呢也没花，也没有找到他的遗骸。人们呢就认为他不是为了钱而劫机的，所以从此呢 DB Cooper 这个名字就开始渐渐成为美国人的心中的超级偶像了。而那个小镇也改名叫了 DB Cooper 镇，每年呢还会在那儿举办跳伞大赛。而且此后呢，所有的机场就有了我们现在熟悉的安检制度，所有的飞机呢也增加了一个部件，就叫 Cooper 叶片，这个叶片就防止门从里面打开的。电影公司呢也肯定不会放弃这个吸金的机会啊，所以拍了非常多有关于 DB Cooper 的元素的影视剧，而且呢还有人专门注册了商标，成立了 DB Cooper 的品牌的公司，涉及领域非常多，跳伞、服装，相当于没有结果，是一个无头案啊。对啊，它是历史上唯一一个没有结案的，没有一个被逮着的劫机犯。所以我说男主如果现在结出传奇了啊，对呀，如果他现在出来收代言费跟版权费，我估计比劫机那个赎金要多了，你知道吗？早发了。那在做贼还得做的不让人逮着的。对呀。那在之后呢，劫机案呢也大幅上升，大批的模仿者就出现了，都劫机去啊，对，就模仿他，光是拿到钱还顺利跳伞还顺利降落的就有3个，但是都没成功，要对啊，要不是落地就被逮着了，要不就被击毙了。那这个案件到现在一共有1000多个嫌疑人，有警察主动找的，被怀疑的，有自首的，还有被自己家人举报的，说他就 DB Cooper 的，里面还有退伍军人、变性人、爆破专家、学者、作家，啥都有。每个人呢都能拍部电视剧了。自首说自己是 DB Cooper 的人，这些人交代的犯罪过程比真实的劫机还精彩了。那如果呢这些人是为了曝光度啊赚钱呢，我觉得还好，但是还有人工作也不要了，几十年就在寻找男主的这个钱下，他已经成为一种，对，他已经成为一种文化了。但是关于这个可能性呢，有很多猜测，我认为可能性最大的几个猜测啊，70年代啊发生了越战，有人呢就认为男主啊是反战的美国士兵。当时有一个电影叫《第一滴血》，特别火，我从小我爸特别爱看啊，我就跟着他去看这个。那个呢就是反映越战题材的电影。当时呢飞机上呢他还告诉过空姐自己劫机啊是因为其他的原因，自己心存怨恨，但是他没有说具体什么原因。而且呢他对飞机的结构啊，我们之前讲了，对飞行的知识包括跳伞都很懂，熟悉军事基地和地形，还会做炸弹啊。虽然那炸弹没炸，我们不知道是真的假的，但是呢他是会做的。而波音727就是当时越战军方用的运输机型，机尾的楼梯舱门就是专门为那次执行任务而设计啊，所以这种可能性比较大的。第二种可能呢，就有人说他是加拿大人，他当时用的这个假名字啊，丹 Cooper 这个名字呢是当时一个超级英雄漫画里飞行员男主的名字。这个漫画呢在加拿大有发售，美国就没有发售。包括他当时在要赎金的时候，英语的用词，他其实要的不是美金，他说的是我要的是美国通用货币。很多人通过这些呢也分析他可能是加拿大人。第三个呢是2009年啊，就有古生物学家组建的团队叫 Cooper 小组，他们专门研究 DB Cooper 这个案子的。那通过多年呢对他留下的证物的研究，比如说领带啊、酒杯啊、烟头啊，他们在领带上发现了一种纯钛的颗粒，后来呢还发现了铯元素、硫化锶等稀土矿物。那70年代呢这种物质是非常稀有的，但是呢在波音公司的开发项目中是有使用的。也有很多人说他有可能是那边的员工，或者是金属的化学专家。我对于他的结果，我个人认为啊，我认为他
死的可能性比较大。当时跳伞的天气非常恶劣，那基本上盲跳，天气恶劣对跳伞影响很大的。就算你顺利落地，那个地方也都是森林和野兽。而这个当中最重要的就是刚才你说的，这个钱啊是没有流通过的。当时呢，但是也有一种可能，他就知道自己白捡了，所以专门不怕啊，他专门怕被人找到是吧？哎，也有可能。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啊，我们开始一直讲的降落伞的问题。当时呢，他要准备4个降落伞给他 ，FBI 呢就怕他拉着机组人员一起跳伞，所以就没敢对降落伞去动手脚。但是呢，准备降落伞的跳伞学院的老板，因为大意出了问题。什么问题呢？他没有准备4个相同的降落伞，他准备了2个主降落伞和2个备用的降落伞。2个主降落伞，一个新款，一个旧款。新款呢是运动型的降落伞，旧款是老式的降落伞。他呢选择了旧款，另外那2个呢是备用降落伞啊。备用降落伞当中的一个呢，之前我们看到他把那个拆了，后来取走那个捆降落伞的绳子。另一个呢是一个训练伞，他把那训练伞拿走了。但是呢，训练伞它是不能用来跳伞的，相当于只有主降落伞那个旧款可以用。所以男主呢最终选择这2个降落伞，尤其那训练伞是可以直接让他致命的啊！如果男主知道当中有一个是降落伞的话，得恨死那个俱乐部的老板，你知道吗？如果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话，它应该是会洒到哪都是，它不可能一塔子正好落在一个地，所以这个人一定是成功降落到地上的，对吗？我再告诉你一件事啊，2013年的时候，当时准备这4个降落伞的跳伞学院的老板被发现在家中谋杀，而且没有留下任何的线索和证据。我觉得这个事件应该是个复仇事件。怎么就复仇了呢？这个人应该肯定是因为某种原因去报复的，所以人们就认为他不是纯为了钱，他是有理想有抱负的，特别的坦荡荡，好像啊，对，特别轻松，好像熟客一样，特别轻松，特别自然，而且很绅士，对呀，很有礼貌。这就不像是个劫匪的样子。这个就是我们现在整个历史上唯一一个没有结案的一个劫机事件啊，所以多吗？劫机事件很多呀，光因为他之后就发生了好多起，光模仿他拿到钱跳伞还顺利落地的就3个。都那么闲吗？